大家好，欢迎来听仙话。一人永生，万魂不复。要是觉得故事讲得还行，劳驾点个赞，捧个场。闲话少说，咱们书归正传。仙途飞升，万古寒，香火深处葬群魂。一人踏进苍生院，天门封后不称尊。石壁忽开藏暗道，残符微照实玄文。后壁无声风退路，赤纹如血换尘魂。姐妹俩刚缓过一口气，你说这人啊，有时候真不是不怕，怕谁不怕？刚才又是阴灵，又是鬼影，又是那股子说不明白的邪劲儿，折腾的人魂都快散了。可他俩没法停，为啥？后头没退路，前头虽然黑，可好歹还叫前头。这就跟人走夜路一样，你明知道前面不一定有好事儿，可你站原地那也不是个办法。所以婉进收拾了一下气息，带着婉如又往谷底深处走。这地方越往里越不像活人该来的地儿，空气湿得很，不是下雨那种湿，是那种你喘一口气都觉得胸口里被塞了团湿棉花，闷压得慌。两边黑乎乎的石壁往里收，越走越窄，到后来那古道窄的什么程度，一个人侧着身子能过去，两个人并排走想都别想。石壁跟刀削出来似的，直上直下，上头挂着青苔，黏糊糊的，带着一股淡淡的烂味儿，脚底下还不太干净，咔嚓，宛如一脚踩下去，脚底下碎了点什么。他低头一看，碎骨头，也不知道是人的还是畜生的，反正这东西在这种地方出现，就没有让人舒服的时候。宛如脸一下就白了。姐，这道越来越窄了，前头会不会是死路啊？你听这话，其实不是单纯问路，他是在问命。前头要是真没路，他俩就等于被这山谷活活吞进肚子里了。窦婉进抬头往前看，前头黑得很，灵符那点光照过去，就跟拿根小蜡烛照一口老井似的，亮不了几步。可婉进这时候不能慌，他一慌，宛如就彻底散了。密卷既然把咱们引到这儿，就不会真让咱们死在半道上，往前走。这话说得稳，稳得像真有底一样。可他心里有没有底，不好说。有些人厉害就厉害在这儿，不是他不害怕，是他知道害怕没用。宛如听姐姐这么一说，心里多少踏实点。他咬着牙跟在后头，一步一步走得特别慢。你想啊，这种地方谁敢大步流星，一脚踩错可能就踩出个机关，一口气喘大了，兴许都能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招出来。石道里只有他俩的脚步声，还有水珠从岩壁上滴下来的声音，啪啪啪，听着不大，可在那种时静死静的谷底，每一下都像敲在人心尖上。正走着呢，前头忽然传来一点动静，很轻，先是脚底下微微一晃，再然后石头缝里发出细碎的声音，咔咔嚓，
宛如当场就停住了。姐，不对劲，前面有动静。婉静眼神一下就沉下来了，她没废话，退2步，快！姐妹俩刚往后撤，前头那面石壁突然就开始抖，不是一点点抖，是整片石壁都在震，碎石哗啦啦往下掉，灰尘一下就炸起来了，那动静就跟山肚子里有个东西翻了个身似的。宛如吓得肩膀都绷住了，他下意识往婉静身边靠，婉静抬手，一股灵气撑出去，不大也不算厚，但正好把2个人罩住，碎石砸上去，噼里啪啦往外弹。别乱，稳住心神。这4个字听着简单，可在那种时候能稳住已经不容易了。你想，前头石壁崩，后头黑漆漆，两边都是峭壁，人站在里头就跟被夹在石头嘴里似的。他想合上，你连叫都没地方叫。震动越来越厉害，尘土卷起来，眼前什么都看不清。宛如捂着口鼻憋着气，婉静一只手撑着灵气，一只手护着他。这时候姐姐这个身份就不是嘴上说说了，真到要命的时候，她是拿自己先顶上去的。也正是从这种地方开始，宛如对婉静那种依赖越来越深。这不是普通姐妹那种跟着走，这是把命交过去了。震了一阵之后，突然停了，就那么一下，整个古道又安静下来，安静得更吓人。尘土慢慢散，前头那面原本严丝合缝的石壁裂开了，不是裂个小口子，是硬生生崩出了一条道，黑黢黢的往里伸，看不见头。那口子就像山里张开了一张嘴，一句话不说，就在那等着他俩进去。宛如看得眼睛都直了。姐，这条道是陷阱还是出路啊？这话问得太对了，有时候陷阱和出路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讲，尤其在这种鬼地方，门开了不代表请你进去，也可能是请你送命。婉静没急着走，他站在入口前仔细看看裂口，看石壁，看里头有没有风，看那黑暗里有没有东西动。他这个人有一点好，不是莽，他敢往前走，但他不是闭眼往前冲。都有可能，也许是陷阱，也许是出路，但咱们现在没得选，只有进去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们这一路最要命的地方，不是他们多爱冒险，是命把他俩一步一步逼到这儿。你不进去，前面的秘密永远不知道，你进去可能就再也出不来，那怎么办？还得进。婉静从怀里摸出几枚灵符，这东西现在可不多了，前面折腾那么久，符也用了不少，剩下这几枚是真家底。他挑了一枚，指尖一点，呼的一下，符亮了，不是火光那种红，是带点金色的光，不算亮，但在这种黑地方已经够救命了。婉静把灵符往前一挥，那点金光飘到石道口，把入口照开了一块。这一照不要紧，姐妹俩看清楚了，石道两边全是符文，密密麻麻，一道挨着一道，有的像虫爬，有的像血丝，有的弯弯绕绕，看久了让人眼晕。这些符文不是新刻的，一看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留下来的东西。
可奇怪的是，他们一点都不死。在灵符光里，那些纹路忽明忽暗，像还喘着气，宛如压低声音。姐，这些符文怎么跟咱们密卷上的有点像？不是有点像，是很像。晚进这时候脸色也变了，因为这事儿不简单。密卷是他们一路活下来的指引，可现在这山肚子里的食道居然刻着跟密卷相似的东西，这说明啥？说明那本密卷不是偶然来的，也不是普通的什么寻路册子，它可能本来就跟这地方是一套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他俩不是走到哪儿算哪儿，他俩可能早就被一条线牵着，从进山那一刻起就被牵到这儿来了，这就有点瘆人了。宛如也想到了这一层，他咬了咬嘴唇，眼神里有害怕，也有不甘心。姐，那咱们还进去吗？万一里头还有更凶的东西呢？婉进沉默了一下，他也知道宛如说的没错，外头那些阴灵鬼影已经够难缠了，这食道既然藏得这么深，开得又这么邪，里头能是啥好地方？可他更明白，他们走到这一步，已经不是想退就能退的了。修仙这条路本来就不是平路，险和机缘很多时候绑在一块儿。现在退，前面吃的苦就都白吃了，咱们得往前。宛如听完，吸了一口气。他这人，你别看平时胆子小一点，真要跟姐姐往前冲，他也不含糊。行，姐，我听你的。富贵险中求，咱继续。这句话说出来有点硬撑，但人有时候就靠这点硬撑活着。婉进看了他一眼，笑了一下，那笑不大，可在这种地方挺要命，像黑水里头冒出来一点火星。他走在前头，宛如跟在后头，两个人一前一后踏进了那条刚裂出来的食道。脚一进去，声音就变了，外头古道空，脚步声散，这里头窄，脚步声一落地就被两边石壁弹回来，哒哒哒，像不止他俩在走，身后好像还有人跟着走。宛如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嘿，什么也没有，可他总觉得那些符文在看他，不是人那种看，是这条食道本身醒了。婉进举着灵符往前照，光往前走，符文就一段一段亮，光一过去，又一段一段暗下去，就像两边墙在低声说话，听不清说啥，但肯定不是好话。他俩走了一会儿，已经完全进了食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后头忽然传来一阵低低的魔动声，轰隆隆不大，但沉像两扇老石门，在身后慢慢合上。宛如猛地回头，这一回他真看清了刚才那个入口，正在合拢石壁，一点一点往中间挤，外头那点微弱的光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细，最后咔，彻底没了后路封死。宛如脸色刷一下白了。姐，后头封上了，咱们出不去了。这地方最狠的就是这个，他不是一开始就把你关住，他先给你看一条路，让你自己走进来，等你走进来了，他再把门关上。这不就是人这一辈子很多事儿吗？婉进站在原地没回头太久，他知道回头也没用，门已经合上了，拿手扒不开，拿嘴喊不开，这时候再慌只会把气耗光，这时候再慌只会把气耗光。
别怕，事到这一步，只能往前，前头可能就是唯一的生路。宛如喘了几口气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伸手握住了婉静的手，握得特别紧。姐，咱们一定能找到出口。这话不像是在说给婉静听，更像是在说给他自己听。两个人就这么继续往前，灵符光越来越弱，石道越来越深，身后已经没有谷底了，没有风，没有退路，只有前头那片黑。可他俩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们进入石道之后，那些原本安安静静的符文开始变了，先是一点点红，很淡，淡得像血丝，刚从皮肉底下渗出来，然后那红光顺着符文慢慢爬，1条、2条、10条，最后整面石壁都像被什么东西燃醒了。那红光不亮，可吓人，像血往石头里渗，也像石头里头有什么睡了很多年的东西。终于听见了人的脚步声，他没喊没动，但他醒了。你说婉静和宛如这一步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一条路，一条能继续往前查秘密找生机的路。可他们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了退路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俩不是在谷底探路了，是正式走进了这座山给他们准备好的局里。前面等着他们的未必是仙缘，也可能是把人一步一步推向仙化的第一道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这回就讲到这儿，感谢诸位捧场。要是喜欢仙话，记得点个赞，咱们下回接着唠。